皇上不小心磕到头，失去了关于我的记忆。我赶到勤政殿时，听见他语气激动地对我爹吼道：朕居然立了你这个老狐狸的女儿为后，绝不可能不行，朕要废后。我强忍泪水走进去，他盯着我，倒吸一口冷气。这个好，朕要立她为后。已经当上皇后的我急忙赶到勤政殿时，听见我爹和李易峰在里面吵起来了。长这么大，从未见过我爹如此生气。都叫你不要表演后空翻了，你偏不信，非要。这下好了吧？把自己翻成傻子了，还说要用这招红。李易峰坐在龙椅上，脑门上还顶着刚磕出来的红印子，眼神茫然，缓了一会反应过来，打断我爹的话：朕堂堂一朝天子，给你这个丞相表演后空翻，说出去有人信吗？我爹没好气地瞥了他一眼：确实没人敢信，你却敢做，要不是我拦着，你原本还打算给我磕个头。李易峰瞪大眼，满脸不可置信：你怎么不说你是朕的亲爹？我爹沉默几秒：亲爹倒不是，顶多是你岳父。李易峰闻言第一反应：来人，把这个骗子疯子打出勤政殿。一旁的太监们连忙跪下，颤抖着声音阻拦他：皇上，丞相的确是皇后的父亲，您全都不记得了？李易峰一下就炸了：朕怎么可能立他这个老狐狸的女儿为后？是不是他逼朕的？不对，朕什么时候有皇后了？这话一出，我爹气的仅剩的几根胡子都翘了起来，阴阳怪气起来：不知道是谁哦，我不肯把女儿嫁给他，就天天带着玉石跑到我面前表演胸口碎大石，呵，还堂堂一朝天子，国还在全靠先皇根基打得稳。李易峰还是不信：你是不是还记着朕小时候剪秃了你胡子，粘在你光头上的仇，居然让你女儿当朕的皇后？不行，朕要废后。听见他说废后的那刻，我步入殿内的脚步一顿，插在发间的鎏金步摇，因为我的失态簌簌作响，像是在替我发出控诉。原本堵在心间的担忧全化为委屈，汹涌地冲上眼眶，眼泪跟断了线的珍珠一样无声落下。我这副狼狈的模样恰好撞进了闻声抬头的李易峰眼中。偌大的宫殿先是安静了一瞬，随后回荡着他倒吸冷气的声音。他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平日里在朝臣面前晦涩莫测的眼眸睁得溜圆，那眼神有点像他看见御膳房刚端上桌，冒着热气滋着热油的炙羊肉，又亮又直，俊朗威严的面容在此刻冒出一丝傻气。在我爹气的胡子又要翘起来，准备继续吐槽时，李易峰猛地一拍龙椅扶手，大声昭告：这个好，朕要立他为后。对此我爹只有一句话：先皇的根基还是打得太稳了。我站在原地沉思了几秒，试图跟上李易峰的脑回路：立臣妾为后。他认真而笃定地点了点头，随后听到我的自称反应过来：你是朕后宫的哪位妃？不对啊，朕的后宫有妃嫔吗？我在李易峰眼里看到对我的陌生，积压的眼泪又渐渐蓄满眼眶，眼瞧着就要落下来。李易峰慌了：你别哭啊，不是说了让你当皇后，好事啊。我爹在一旁悠悠出声：谢皇上啊，我闺女1年前就已经是皇后了，用不着您费心再册封一次。李易峰闻言瞳孔地震，目光聚焦在我身上：你是朕的皇后？我泪眼朦胧的抬眸，一滴泪恰到好处悬在睫毛间，将落未落。前皇后。我爹凉飕飕地纠正他的措辞。李易峰一噎，想说些什么和我解释，但被着急忙慌跑过来的太医们打断了。太医们结合小伤口和症状，眉头紧皱好一番诊断。不知道安静了多久，他们得出结果：圣躯震荡，引发气血逆乱，臣等拟施，还需静养，以观后效。翻译过来就是李易峰失忆了，一场只针对我的失忆。太医们见情况不对，得到我的允许后，擦着冷汗，匆忙退下了。我爹担忧地看着我，欲言又止。我朝他摇了摇头，他叹了口气，缓慢挪动脚步离开。我没想到这么玄乎的事会发生在李易峰身上，他还在偷偷拿眼风去我，那眼神里充满了陌生、好奇，还有一丝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激动。这样情绪外露的李易峰我没有见过。成婚1年，他在我面前总是维持着属于帝王的威仪与疏离，与我相敬如宾。我主动替他更衣，他直接弹射起步，离我3米远，喊他夫君，他立马眼神闪躲，制止我。我朝他笑，他盯着我不说话。后来我单方面和他冷战，李易峰或许是从来没有被人这样对待过，气狠了，便冷着脸在我面前舞剑，舞完问我还生不生气。我这人吃软不吃硬，觉得他在威胁我，更不想搭理他。然后我听见他低声骂我爹是老狐狸，又骗他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他确实不喜欢我，只不过是为了拉拢我爹，来稳固他在朝堂的绝对权势，才娶的我。所以看见眼前这个会因为我一滴泪就方寸大乱的李易峰，我心口的委屈被一种更新奇的情绪取代，像是走在路上突然捡了个会自己表演后空翻的稀罕玩意儿，有点好笑，又有点手痒想逗弄。我抬手用帕子轻轻按在微红的眼角，原来如此，皇上龙体要紧，失忆便失忆了吧。李易峰眼前一亮：你不怪朕？我垂眸，声音带着恰到好处的哽咽：怪，臣妾为何要怪？皇上不过是磕了一下头，忘了些无关紧要的人和事罢了。太医说了，静养就好。我刻意加重了无关紧要4个字，他英挺的眉毛凝成了麻花，那张失忆后在我面前显得格外纯真的俊脸上写满了愧疚和心虚。这肯定不是朕的本意，
他看向我，语气放软：“皇后，你给朕一点时间，朕肯定能把你记起来。”我抬起湿漉漉的眼睫，君无戏言。我朝他露出一抹笑容，红唇轻抿，露出离我浅笑，笑眼弯弯的。李易峰看着我的笑容，又一次不说话。我心里突然出现了一个猜测，他是看我看直眼了，对吧？回到凤仪宫，贴身侍女枫叶一边替我拆下沉甸甸的头饰，一边忧心忡忡地看着镜中的我。娘娘，皇上原本就勤勉，鲜少踏入后宫，他斟酌着用词，小心地避开冷淡二字，这下对您失忆了，会不会更……他没说完，未尽之言我清楚。放以前，枫叶的担心不无道理，可如今夜幕降临，我抱着一个软枕，推开了勤政殿东侧阁的门，烛光摇曳，将李易峰俯首批阅奏折的侧影拉长。皇上，夜深了，该就寝了。语调自然的好似我经常这般提醒他。李易峰握着朱笔的手一顿，一滴饱满的朱砂落在案桌上，晕开一小团刺目的红。他愕然抬头，撞进我笑意盈的眸子。就请你与朕今晚。是呀，皇上您失忆了不记得，平日里您每晚都与臣妾同眠，说是如此才能安睡。走近他，绣鞋间几乎抵上他的龙纹靴。我抬起眼望着他，一字一顿说道：“这话是您亲口说的。”李易峰懵了，他越努力回想，神色越发茫然。朕会说出这种话？他尾音发颤，自我反思。我在心里默默回答他，面上神色不变。抬袖轻抚过他金钱褶皱，指尖若有似无地擦过喉结。不光如此，您还总爱抱着臣妾睡。瞎话越扯越顺口。李易峰闻言，先是瞳孔猛地一缩，仿佛听到了什么天方夜谭，随即那震惊迅速化为难以置信的羞窘。清绝的脸庞疼，地下红透，连带着耳根脖梗都染上红意。抱着你睡。李易峰像是被自己的话烫到舌头，声音都劈了叉，尾音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。朕居然做出如此。他如此了半天，像是找不到一个既能维护帝王尊严，又能准确描述自己这一梦浪行为的词，只能从牙缝里挤出4个字：成何体统？皇上觉得这样不成体统。我微微歪头，秋水般的眸子盛满困惑，指尖若有似无地在他紧攥的拳上划过。可这是夫妻间最寻常不过的温存呀！我轻身靠近他，近到呼吸交缠在一起，甚至能看清他浓密睫毛下那双因震惊而微微放大的瞳孔里，清晰地映着我的倒影。远山眉黛，秋水明眸，鼻梁秀挺，唇瓣如初绽的樱瓣。烛台突然爆了株灯花，微弱的声响将李易峰惊回神。他急退3步，哗啦的声响，案桌边堆积的奏折被他宽大的衣袖牵扫在地。我看着两人间被拉远的距离，垂下眼帘，轻轻叹了口气，长长的睫毛在眼下投下一小片阴影。您如今连碰都不愿让臣妾碰一下了吗？我的声音满是失落。李易峰看着满地的狼藉，别开视线，却又看见我委屈的神情，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。皇后，朕不是这个意思，你别多想，只是一时半会儿反应不过来，朕需要一点时间适应。那一点时间是多久？1旬。李易峰试探性问我，我抿直红唇，用带着水汽的眸子凝视他，不说话，端地一副我见犹怜的模样。他连5秒都没顶住，用视线朝我求饶：5日行不行？然而在我的努力下，不到5日，李易峰已经完全适应我的存在了。枫叶见证全过程，再次担忧地劝我：娘娘您悠着点，这几日您哄着皇上做的那些事，等皇上恢复记忆，到时咱们麻烦就大了。我有做什么很过分的事情吗？枫叶一一列举。您说您最爱皇上亲手做的杏仁酪，很好吃。皇上听了信了，烧了御膳房，做出2块给您，做出2块黑椒。李易峰偏还凑过来，眼含期待地问我：好吃吗？弄得我咽也不是，不咽也不是。那次算我失策，误伤自己。你一直忽悠皇上说出他在暗格里藏了谁的画像，皇上知道后，为了找您找出答案，将侧格里暗格可能存在的地方翻了一遍。我失望地叹了口气，这不是没找到吗？那您同皇上说他爱惨了您，片刻也离不开您，即便是出来狩猎也要带着您，这又是……我看向不远处，在马背上意气风发的男人。我想出来走走，跟他提了一下。枫叶听到我的话，一个头两个大，可说又说不过我，没法，他是我的人，只能帮着我一起。他快步走到李易峰面前，睁眼说瞎话：皇上，娘娘说你想他了。他指了指我的位置。李易峰听得一愣一愣的。哦，好，朕这就过去。按照我和枫叶的计划，等李易峰过来，继续给他灌输一些他深爱着我的话术，比如我是被他强掳进宫的，我刚开始不爱他，但他超爱我。再比如我原本有竹马，只不过因为他是皇帝，一道圣旨下来，被迫和竹马分开，从此一入宫门深似海，所以他得对我更好一些，弥补我。清苑，好久不见。一道熟悉的男声打断我的思绪，声线温和，悦耳至极。我抬头一看，两眼一黑，本该出现在剧本里的竹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谁是清苑？爱卿你在喊谁？李易峰骑着马过来，将我绕在他的圈内，听到林淑燕的话，疑惑地问道：清苑是我的字，但我没说，线下这种情况也不太适合说，就看哪个头硬敢站出来挑明。我爹一个马踏飞燕冲过来，对着李易峰喊道：你直说，
是不是又想废我闺女了？我忽然很好奇，丞相这个位置是不是谁头应谁坐？李易峰翻身下马，走到我身侧，嘘唤着我。原本在我面前表现得十分羞涩的人，在听到我爹的话后，眼神瞬间变得锐利起来，从上到下将林淑燕扫视一遍。你认识朕的皇后？爱卿也不喊了，气氛凝滞起来。我出声打破。皇上，除了您，在场其他人都认识臣妾。李易峰刚挺直的脊梁瞬间弯了点，气势也不那么足了。和枫叶眼神对视上，他瞬间明白我的意思。清场开演。李易峰愤愤不满，朕都没喊过你的字，他怎么能直呼？我听着他语气有责备我的意思，眼泪委屈的一颗一颗落了下来。哎，皇后不对，清月，朕没有说你的意思，你别哭啊。我这几天有个重大发现，只要我一哭，李易峰再硬的脾气一下就软和了。是臣逾矩了。林淑燕的视线从我身上挪开，朝李易峰作揖行礼。我拭去泪水，示意枫叶将他扶起来，温声和李易峰解释道：他是我的义兄，许久未见，一时激动难免有些顾不上规矩。李易峰不信我的说辞，继续狐疑地盯着林淑燕，但又不想她多一秒在我面前晃荡。他按下醋意，冲林淑燕挥手，示意她退下，别留在这里碍她的眼。我拦住了，神色柔柔，好不容易见义兄一面，怎么说也要留下来叙叙旧。李易峰怒了，我落了2滴泪，他答应了。去往百宴暖阁的路上，前朝有急报传来，李易峰带着我爹暂时离开，留下我和林淑燕。你这个丫头又利用我。柔和又有厚度的声音从我身侧传来，我笑了笑，侧头看了林淑燕一眼，温声反问：义兄以前利用我还少了，放心，不白用你。有效果的话，我求皇上给你升职加官。别看林淑燕面上一副温文尔雅的书生模样，内心都是黑的。她望我良久，轻笑一声：那就谢谢妹妹了。不客气。等我俩慢悠悠走到宴席上时，李易峰已经坐在首位了。清月，朕和岳父已经在这儿等了近1盏茶的功夫了，朕看你和他聊得很开心啊。我刚坐下，李易峰语气不明的话就传过来了。我顺着他的话点点头，是挺开心的。李易峰给了我一个幽怨的眼神，但我专注地听林淑燕讲的宫外趣事，没察觉到。于是因着我的冷落，李易峰对我生气了。自他失忆以来第一次。当我恍然意识到时，已经晚了。我不擅长哄人，便端了道菜到李易峰面前。皇上，这道菜是你爱吃的。他冷哼一声，朕现在不喜欢吃这个了。看吧，我真的不擅长哄人。既然他这么说了，我准备把那盘菜端回来。李易峰却摁住我的手，朕在1刻前就不喜欢吃这道菜了，你不知道。再者，即便朕不喜欢这盘菜，可你已经送给朕了，怎么可以又拿回去？你这般伤朕的心，你以为朕以后还会一直最爱你吗？不可能，朕要少爱你一点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是不是认识到自身的错误了？好吧，朕原谅你了。菜放下，算了，你人也留下。我全场一片死寂。片刻后，我爹朝我竖起大拇指。林淑燕视线凝滞在李易峰捏着我的手上，沉默了。枫叶直接一个 OS： 娘娘，您都把皇上调成什么样了？说实话，我也有点懵。我原本只是想着，既然李易峰现在不喜欢吃这道菜，那就给他换一道。他怎么反应这么大？宴席结束后，我仔细琢磨并反思了下。枫叶，你说我现在坦白还来不来得及？惊吓过后的枫叶反倒淡然了。您是想坦白哪件事呢？是每天忽悠皇上他失忆前超爱您，还是忽悠皇上每天都要抱着您才可以安睡？又或者……枫叶一条条说下来，听得我不禁发出质疑。我有忽悠这么多吗？有的，娘娘，您还停，我听不下去了，打断他，全部。现在挽救应该还来得及。来不及？你这么肯定？因为皇上来找您同寝了。枫叶侧身让开位置，我顺着他的动作往窗外一看，李易峰抱着一个枕头从外殿走进来，他抓住我的视线，红着耳尖朝我晃了晃怀中的软枕。我算了，忽悠到底吧。李易峰走进殿内的第一件事是把枕头端端正正地安放在床榻外侧，再转身缓步朝我走来。他接过枫叶手中的梳子，动作轻柔熟稔地替我梳发。殿内只余我们2人，我坐着，他站着，梳齿梳过青丝，发出细微的响声，在寂静中无限放大，视线在昏黄的铜镜中交汇。好半晌，他先移开目光，将那红的几乎要滴出血来的耳尖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我的视线里。诱人的绯色从耳廓蔓延至颈侧，在烛光下显得格外脆弱，勾起了我的坏心。我倏地抬手，没有半分犹豫，细白的手指灵巧地缠上了他腰间的玉带，一扯，他身体一僵，似乎完全没预料到我会如此大胆，被迫踉跄着朝我贴近了一步，隔着薄薄的寝衣，温热的胸膛几乎要贴上我的后背。他下意识撑在梳妆台边缘，稳住身形。皇后，你这是在做什么？李易峰低声质问我，只不过这质问听起来毫无力度，反倒像是对我下一步的提前纵容。我勾起一抹弧度，您猜？目光在寸寸往上停留在他因紧张而抿直了些的唇间，指尖顺着他的胸膛往上攀着他的肩膀，借力站直了身子，几乎与弯腰扶手的他平视。朕愚笨。他的声音沉了几分，捕捉到我的目光所落之处。猜不出来。猜不出来。我轻笑出声，气息拂过他微烫的脸颊，清晰地看到他眼睫因此颤动了一下。那皇上将臣妾抱得这般紧做什么？他语塞了一瞬，随即理直气壮地低声道：
真怕你跑了。他的话音刚落，我微踮起脚尖，在他震惊的眼神里，轻轻印上他的唇角，一触即分。李易峰僵在原地，连呼吸都忘记了，时间在这瞬间仿佛凝固。他一眨不眨地盯着我，目光过于炙热，过于直白。我压下心头的悸动，故作无辜地问道：“皇上您怎么了？”好一会儿，李易峰像是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喉结重重地滚动了一下，问我：“能再亲一次吗？”他的目光牢牢锁住我，像是锁住猎物的猎人，按捺下最原始的欲望，只等我点头。我没有说话，他当作默认。于是下一秒，他耳根染着红意，掌心却以不容拒绝的姿态扣住我后颈，步步紧逼，再到呼吸交缠攻陷。刚开始我是引导者，他是青涩的索取者，后来他身体记忆恢复，渐入佳境，我成了溃败的逃兵，企图通过后仰来躲避他的围追堵截。他不肯，拖着我往前迎着他，全然被他侵占的彻底。放开我！尾音的含糊不清，全因着他的激进，湿漉漉的眸子在蒙上层雾，也是因为他在作恶。最后恶人还用可怜兮兮的眼神祈求我再亲一会儿好不好？朕没亲够。我很好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连着半月，沾上肉末荤的。李易峰天色一暗，就在床榻上等着我，要牵，要抱，要亲，睡觉也是，紧紧将我圈在怀中。好不容易让我找到个机会能远离他，眼瞧着就要成功了。他转过身来，长手一伸，环住我的腰，就要往他身上以绝对的姿态占有我。这种恶劣姿势，他失忆前常做，以至于我现在不确定他这样做是出于身体本能，还是他已经开始逐渐恢复记忆了。为了让自己安心，我招来太医问清楚，连着问了5个，得到的回答都是斩钉截铁的。未曾。枫叶也说我多心了。要是皇上真想起来了，按照他之前的性子，娘娘您觉得？是啊，要是他真的想起来了，应该面上会冷声斥责我胡闹欺君才对。为了不让自己继续多想，我走去御花园散心。花开正盛，如果没有听到李易峰和太后以及太后侄女的对话，我应该会有更好的心情欣赏。皇上，您被皇后蒙蔽了，她骗了您。太后侄女穿着一身鹅黄色的衣裳，看起来明媚动人，不过说出来的话却不怎么动听。哦，那郡主你说说看，皇后都骗我什么了？李易峰坐在亭子里，不紧不慢地喝了口茶，掀起眼帘睨他，属于九五之尊的气势全开。赵郡主有备。李易峰的眼神吓到，但他又看了眼坐在一旁的太后，鼓起勇气继续说道：皇上，您从来就不喜欢叶清月，当初娶她也是迫于形势，她倒好，趁您失忆，戏弄您哄骗您，简直是欺君罔上。反观臣女，自幼爱慕皇上，一片真心。庆儿慎言，一直沉默的太后突然开口，她摆手示意赵郡主坐回去，扭头慈祥地看着李易峰。皇帝勿怪，庆儿性子骄纵了些，她话锋一转，但也不会说假话。皇后这段时日确实有做的不妥之处。母后也觉得朕被皇后蒙蔽，是个连自己心意都辨不清的傻子。李易峰反问道，他面上笑着，可眼眸却没有半点笑意。哀家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如今的后宫空荡，皇后行为不端，也该。皇后行为不端？他将茶杯重重地置于石桌上，截断太后的话。她如何行为不端了？溢出的茶水打湿了李易峰的手，贴身内侍忙上前想替他擦干，却被他挥开了。瞧见他这般模样，太后的声音也冷了下来。真要哀家直说，你失忆前压根就不喜欢他，否则为何偏偏只忘了他一人？站在拐角处的我听见太后的话，眼里的光渐渐暗了下来。是啊，他怎么就只把我忘了呢？思绪低落间，那边的李易峰脸眸周身气压骤降。朕忘了谁，与朕喜不喜欢谁有何必然关联？他声音不高，却清晰地穿透了庭中的寂静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冷冽。朕觉得皇后很好。李易峰掷地有声的话语在亭子中散开，再落入我耳中。这种古板的回答，我倏地抬头，撞进他漆黑如墨的眼眸中，直白又摄人。我确信他恢复记忆了。我仓促离开后没多久，李易峰也跟上来了。我回凤仪宫，他跟着进，然后大步迈前，将我围困在殿内一角。皇后，朕被烫到了。他扶手，深邃的眼眸紧锁着我。我垂眸看了眼他的手，指节修长有力，骨节分明，手背上淡青色的脉络微微凸起，此刻确实泛着一抹不太自然的红晕，不像是一杯温热适度的茶能烫出来的程度，估计是他刚进来时故意烫的自己。我面上不动声色，抬起眼迎上他的视线。皇上已经恢复记忆了。李易峰避而不答，将那受伤的手又往我眼下递了递。阿苑，朕手疼。但是他对我的称呼已经说明答案了。李易峰未失忆前，天天阿苑阿苑喊我，喊得有多亲密，白日里的举止就有多疏离，像个老古板。是什么时候？你真的不心疼朕？各说个话，沟通不了一点。我微微仰头直视他，他却轻声捂住我的眼睛。阿苑这是想要跟朕算账？我的世界瞬间陷入一片暗色，只剩下他掌心传来的温度。可以这么说，我拉下他的手，他失忆期间，我确实忽悠他挺多，可他也趁机占了我不少便宜。而且就如今看来，他可能还看了我一段时间的笑话，这笔账得好好算算。那好，请阿苑先跟朕解释解释，什么叫朕抢掳你进宫？朕拆散你和你的竹马，朕爱你，但对你很不好。
朕曾求你于凤仪宫，夜夜同寝，日日亲昵。他每说一句，便逼近一分，温热的气息几乎拂过我的额发。我被他这一连串的质问砸下来，饶是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也忍不住耳根发热。事实证明，忽悠一时爽，事后火葬场。尤其是忽悠一个记性好、腹黑记仇的皇帝，后果很严重。朕亲手做的杏仁酪好吃吗？某人低着声音问我，一字一字刮擦着我本就敏感的神经。好吃，声音破碎的不成调子。他摁得紧，我试图顺着他，以此换取自由。真的，我扬紧避开撕膜，泪眼朦胧地望着他，眼神示弱，祈求他松开我一点。然而并没有，他摁得越发紧，一丝缝隙都不留，空气粘稠的如同化不开的蜜糖，呼吸早已被掠夺殆尽。以往用来装可怜的眼泪，在此刻完全失控，大颗大颗的从眼角滚落，阴湿了枕头。阿苑又偏朕。他扶手，温热的唇瓣碾过我的耳垂，留下湿热的控诉。我不服，想反驳，想咬他一口，可所有的话语说出口都化作了细碎的污液，只能任由他摆弄。这样严重的后果持续了好几天，我真的受不住了。枫叶给我出主意，实在不行您装个醉，我觉得可行。喝下2杯后，我醉了，酒意在店内肆意弥漫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店门被轻轻推开，熟悉的脚步声靠近，他走近几步，在我面前蹲下，声音放得很轻。你酒量浅，突然喝酒做什么？我醉了，回答不了他的问题。他轻笑一声，真喝醉了。我感觉到他屈指刮了刮我鼻尖，动作轻得像羽毛扫过，紧闭着眼，努力维持着呼吸的平稳绵长，不让他看出破绽。他将我打横抱起，抱好放在床上。我以为他做完这一切就会离开了，可显然我低估了他的禽兽程度。他传水给我清洗干净后，在我身侧躺下了，正对着我，离得太近了，近得我能隐约地感受到他目光的逡巡，像带着实质的温度，一寸寸熨烫过我的唇、鼻尖，最后停留在眉眼上。我装醉，但他一口酒都没喝过的人，看起来醉得比我厉害，一个劲地喊我皇后、阿苑夫人，时不时摸摸我的脸，捏捏我的耳垂，揉揉我的手心。我强忍着想睁眼的冲动，将脸颊无意识地在枕上蹭了蹭，发出一点含糊的鼻音，蒙混过关。小骗子！他突然低声骂我，我身体一僵，还以为是自己装醉被他识破了。他下一句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朕在暗格里藏着谁的画像？你再哄骗朕一次，朕就告诉你。他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像投入湖心的石子，在我心里激起一圈圈涟漪。他是不是觉得戏弄我很有趣？酸涩和委屈一同涌上心头，我将脸更深地埋进枕头里，许久无声。他低低地叹息一声，小酒鬼。他又骂我，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朕的暗格里藏着谁的画像吗？朕告诉你，那画里的人……他顿了顿，声音低沉下去，带着一种陷入回忆的恍惚，让朕第一次明白什么叫不敢靠近。太近怕唐突了他，太远又怕冷落了他，更怕他心里装着别人。他的指腹无意识地摩挲着我的耳垂。后来啊，朕终于有机会把他留在身边了，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对他好，怕他厌恶皇宫，厌恶朕。他自嘲地低笑，我藏在背中的手悄悄攥紧了。他在自卑。朕只能笨拙的用最拙劣的方式吸引他的注意，在他面前维持他理想夫君的模样，想让他喜欢朕一点，结果只把他推得更远。他拨开我脸颊上挡住的发丝，低声问我，阿苑，你告诉朕，朕该如何对你？我装不下去了，睁开眼对上近在咫尺的他，我的眼神清明，半分醉意都看不见。你装醉？黎峰瞳孔骤然紧缩，声音发紧，带着一丝被戳穿的狼狈和不易察觉的慌乱。对，装醉。我迎着他震惊的目光，语气平静，心底却翻涌着复杂的情绪，有得知他心意的欣喜，更有被他瞒骗良久的委屈。我顿了顿，看着他瞬间紧绷的下颌线，故意放轻了声音，皇上要治我欺君之罪吗？态度温和但挑衅。黎峰像是被这句话噎住了，喉结剧烈地滚动了几下，方才吐露心声的诗意被窘迫取代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想说什么帝王威严的话来挽回面子，但在我执拗的注视下，他只是泄气般的低叹一声，耳根又是通红的那种。他避开我直视的目光，有些狼狈地别过脸去，声音闷闷的，朕何时说过要治你的罪？店内一时陷入一种微妙的寂静，只有烛火燃烧的噼啪声和我们略显急促的呼吸声交织。他方才那些剖白心计的话语还在耳边回响，我突然好奇，他眼中的我到底是什么模样？那些被他珍藏在暗格里的画像究竟是什么样？这个念头一旦升起，便再也按捺不住。得到李易峰的允许后，我带着枫叶再次踏入了勤政殿，但他没告诉我具体的位置，只说我爹知道。我进去，发现我爹在整理奏折。爹，您知道皇上的暗格在哪吗？暗格？我爹一愣，随即回想了一番。我点头，这不就是……我顺着我爹指的方向看过去，放在书架上明晃晃的2个大匣子，这叫暗格。我让侍卫把2箱都搬下来，一幅幅打开，全是我的画像，从年少至今，每一年都有。我爹不知何时踱不过来，悠悠地探头看了一眼，闷声道：“闺女，都怪爹，要不是当年爹脑抽风带你去参加什么春日宴，被这混小子一眼盯上，你也不至于。好在他是真心对待你的，你每次一生气，他就跟个没头苍蝇似的跑来问我怎么哄你，那副样子。”故事的发展有点不对劲，我缓缓出声问道：“所以他之前在我生气的时候舞剑，
是你给出的主意。我说你喜欢阳刚一点的男人。我爹脸上挂着小得意，怎么样，爹这招管用吧？他后来跟我说你一下就气消了。我是气消了吗？我那分明是气得更狠了，总觉得我爹骄傲的小表情后面还藏了许多事，我索性也将心中的疑问问出。爹，那你知道皇上不爱进入后宫的原因吗？是那是你自己说的。如果未来夫君是一个沉迷声色的人，宁可不嫁。被他听见了，我僵在原地，不理解自己在家说的话，他怎么会听见？他拿着女戒来找我请教学问，路过听见的。我爹没好气地哼了下，我不死心继续问。他对我疏离。我爹用一种你这问的是什么问题眼神看我。你不就喜欢这种类型？高冷、矜持、有距离感，主动粘上来的你又不稀罕。你忘了小时候隔壁王家那小子天天追着你跑，你烦得要死。我听完两眼一黑又一黑，您可真是我的好亲爹啊！